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孤注一战、势在必行2018年的最后一季的领袖培训会。那么今天是第4站，吉隆坡站，是不是第4站？我已经混乱了。昨天刚到吉隆坡，明天早上又要飞香港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非常感恩真的很感恩。因为刚才还没开始之前，我就听到这里，在会场里面有很响亮的声音，就是下雨声，好大声哦！我就在想 ，Oh no， 今天应该有很多人来会场的路程过后，他们就会油灯回家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还是到了。感恩你们的出席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大家，真的非常感动，非常开心。好了，那么在还没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，跟大家分享一本书。那么这本书呢，大概是20年前我看过，那么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甚至这本书的不同的包装、不同的版本、不同的语言，甚至它的精装版我都有。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思考致富》，英文叫做 Think and Grow Rich。那么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看过这本书。那么这本书由谁所写的呢？由这个很伟大的人叫做拿破仑希尔博士 （Napoleon Hill）。那么拿破仑希尔博士用了他将近整整25年的时间生命，去全世界各地拜访504位当时最成功的人，用了25年，累积那些成功人的秘诀，那些成功原则，而写成这本书。那么这本书呢，里面有其中一段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他讲到说，一个人会失败的30个原因。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从大老远，有些人坐飞机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学习，就是为了成功，同意吗？那么今天我们要成功，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一个人会失败。拿破仑希尔博士在这本书里面写了30个失败的原因，意思也就是说，要是这30个我都没有，我就会成功，同意吗？当然里面有很多，比如说恒心，英文叫 persistence， 恒心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，他是不可能会成功。你们同意吗？什么是恒心？就是那种坚持到底的精神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如果没有做到，我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为止。这种叫恒心。比如说，里面也有讲到，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本身，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去埋怨申诉，什么东西来他都能够埋怨。给他大，他埋怨太过大；给他小，他埋怨太过小。下雨，他说为什么下雨？塞车不能来，埋怨申诉。这种人其中一个失败的原因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，这30个原因的第一个。我们来看看一下。第一个原因，先天智力不足，就是你一出世，你有先天性的智力上的不足，就是智障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话，就白痴一出世就有智障的人，这种人不能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人他无法思考。我这样看，这里应该没有。我们少了一个失败的原因给自己一个掌声第二，
不是第二个啦，就是说我选择其中几个，我觉得，比较重要的。选错配偶，就是你的另外一半，你选错了，哇，的确是一个失败的原因，不是我讲的哦，拿破仑·希尔博士讲的，这真的的确千真万确。我从事这个行业20年，人的行业，每天都要接触人。我有我的团队，我有我的上线，我有我的上级，我有我的老板。以前，因为我发现到哦，有时跟这些人配合的时候，在作业的时候，我们出去外面要作业、做组织、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的另外一半，有时候可以每15分钟打电话来检查一次，每15分钟都要检查一次。而且每15分钟电话一打来，里面都是呐喊的声音。你是不是出去外面找女孩子啊？啪啪啪！我远远都可以听到。然后这个人就要解释，没有，不讲。有时我是觉得说，我应该很幸运，哦，那么配偶没有选错。当然，很多时候都要看自己本身是一个怎样的人，那很重要。以前我的上线，公司的领导人，我的老板，好，当我们出去外面喝咖啡、喝茶的时候，有时候老婆打来，那很正常，他们的老婆打来，啊，有时聊得挺晚了，半夜1、2点、2、3点，那么老婆打来就会呱里呱叫。那么他们只需要讲一个东西，他们老婆就会进了。他们只要说：“哦，我跟文通在一起。”文通就是我啦，我跟文通在一起。他老婆说：“你叫文通听。”我的老板或者我的上线就会骂，我就 “hello”， 哦，没事的，拜拜，他挂电话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？不要说我的老婆，包括别人的老婆，相信我，比相信他们的老公还多。只要他们老公跟我在一起，他们就放心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哈。奇怪，你说顽皮做弄人这种，我也是很厉害的哦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他们有这样的？我到底是做了某一些什么东西哈，让他们感觉到说，只要他们跟我在一起，就不会乱来。我发现到，原来可能是因为，当做事情的时候非常认真，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，我们把事业排在很高的位置上，可能我所作所为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说，哎，这个人有时候睡觉都这样穿睡觉的哦，他怎么可能会乱来的，对不对啊？他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可能联想到这样的东西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，首先我们要先怎么样对待别人，同意吗？所以不要说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埋怨申诉，埋怨自己的另外一半，埋怨自己的老婆，埋怨自己的老公。有时要返回来问一下，当你埋怨你的老婆的时候，当你指责她的时候，你要问一下，你又是一个怎样的老公？当你指责你的老公的时候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哦，你又是一个怎样的老婆？所以指责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负责，我们应该能够扛一些责任。老公有老公的责任，老婆有老婆的责任，爸爸有爸爸的责任，妈妈有妈妈的责任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如果每一个人都负起他的责任，这个家庭就会很美满，同意吗？好了，下一个第16点，选择错误的事业合作伙伴。哇，这个失败的原因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的原因。我相信在座有可能有些人以前做过一些生意，可能跟一些朋友合作过，
你甚至可能做过直销。那么一段时间过后，生意没了，那家直销公司没做了，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选错事业合作伙伴，同意吗？这就是我今天需要讲的主题。作风。第一场是条件，第二场是格局，台湾场，第三场前天是原则，今天是讲作风。刚才在休息室后面的休息室的时候，我跟几个我们的总监坐在那边聊天。我们的发展总监拿督就讲说，他说如果我上去谈，我一定会讲的。他说作风哪里可以讲出来的？你那里可以跟人家讲说你的作风多了不起的，这种是很不要脸的人才会讲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说应该由他来讲才比较正确嘛。所以拿督要把上一讲。不过的确，今天我这一场是一场非常不要脸的一场。就讲说，我以前 VV 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作风，多么厉害，多么伟大，来让你们看到一些东西，让你们看看一下这个事业伙伴值不值得去跟人家合作。当然，一些作风我不可能全部讲好的，有一些是不好的。那么，通常一般上在市场上呢，我们都会听到，VV 是一家怎样的公司？他的总裁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通常我们都会听到什么？是一个很舍得的人，同意吗？很舍得 ，VV 是一家很舍得的公司，都有听过吗？我还没讲之前都有听过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不是我讲的嘛，对吗？不对。单单舍得这两个字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对了。舍能舍才能得，对不对啊？舍得的意思就是这样嘛，你要舍才能得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我要舍才会得啊，这样我舍咯。就是说你舍的时候你是有目的的，是吧？你舍的时候你是有某一些目的，未来我想要得，所以我现在才舍。所以用舍得这两个字来形容 VV 有一点不大对，因为 VV 当他给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是看以后。VV 当他给出去的时候，舍出去的时候，他是看以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某一些人、某一些情况、某一些事情发生，导致我们很感恩。我们给，而我们给的时候，并没有要求说，我现在给你你要更努力没有的。我们都是因为说，比如说 VV 时常做这样的事情过去一年，我们很感恩你们的贡献和付出，然后我们给，都是过去一年的。我通常都会一直在强调，你不要误会，你不要误会，那是过去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的。所以，因为我们很多领导人，我们甚至很多同事，当他受这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会心里会不舒服，因为通常拿东西都是有某些情况拿的时候会心里会不好受，就好像说我的人就是这样。比如说某一些人送我一个礼物，我的心里会很不好受，我就会想尽方法还他多一个5倍、10倍的一个更重的东西。不怎么喜欢拿，因为我时常问你，给人家3000块比较舒服，还是跟人家拿3000块比较舒服？给还是拿？给还是拿？哎呀 ，very good， 的确给的感觉比较好。等一下我会证明这一点不过不管怎么样，VV 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呢？它是有多少用多少的公司。这个里面有一个空位这个很重要。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
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资金，可能进出都会有一些问题，还要还租金啊，还要还员工的薪水啊，还要做会议啊什么啊。但是 V-Wave 它不会说超出我们的一些能力范围的东西来打肿脸皮充胖子，不会。不会说哇，我们想要做哇很大给人家看来一次过吸引很多人，不会，因为我们会什么？我们有多少，我们才会用多少。以前只有20个人，我们就做20个人的规模；有30个人就做30个人的规模。我们不会说哇，想要打肿脸皮充胖子。我有能力出一辆Honda Accord， 我就出一辆 Honda Accord， 我不会说哇打肿脸皮充胖子去出一辆 Rolls Royce， 不会。到今天 V-Wave 都不会，到今天 V-Wave 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会，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那些 Rolls Royce， 大部分都是现金直接付完的。这是一种文化，这是传承出来的一个结果，要不然它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不喜欢拖欠。当然，今天的 V-Wave 不像以往，哇，要进出要很小心。今天 V-Wave 算不错，算做得还好，在直销界至少很多人探头出来看，到底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？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可以做出这样大的业绩，或者这样了不起的团队？到了今天，我们这句话就可能不大合适。不过以 V-Wave 的性格，我应该怎么讲呢？就是有多少，我们就会用多少。steady 不 ？V-Wave 的确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有多少，我们就会用多少的。我们不会说哎呀，先收一笔钱起来，以后万一如果有什么冬瓜加豆腐，先保护自己先。No， 每一样东西我们出，都是投资在人，都是投资在组织，也就是你们。你们拿你们应该有的收入，公司有了收入过后，公司的这个收入还是会全部投资在你们身上，所以 V-Wave 才会有今天嘛，同意吗？我还以为你们不甘愿。很简单，单单看我们的会议，你看 V-Wave 是做会议的高手，做会议高手来的，大小中饭局餐会，我们都是高手。从一开始，我们有时常练习这个部分。我敢说，现在在这个当今市场上 ，V-Wave 是最厉害做会议的一家公司。真的厉害。单单说这7场领袖培训会，场场都在室内体育馆，场场都在。好，那么第一次 V-Wave 做这种一个人的舞台，其实不是来表扬我让我爽的，是要来做给一些领导人看的。就是说以后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人的舞台，那好不好 ？Very good, very good 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我现在的感受了。好了，刚刚22号过去的马尼拉这一场，将近1万人；台湾这一场1万多人，将近2万人。东京这一场就没有这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东京才刚开始不久，我们日本才刚开始不久。不过我们在日本搞一场，为什么？因为那边的速度很快，人很认真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去东京搞一场。然后东京的人又听不懂我讲话就全场翻译。所以每一次我讲某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要5秒、10秒后才会有反应。不过很奇怪的
10000人的那一场，20000人的那一场，那么我怎样讲都已经混了20多年，是不是啊？这种场面我还是有经验的。就像你现在看我会不会很紧张啊？很害怕，叽叽嘎嘎讲会不会？不会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日本那一场大概2、3千人，跟其他的比较起来的话，算是小场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有我的 slide 嘛，对吧？我有我的 slide 在那边的，所以我 last minute 就是前天，我最后1分钟想要换 slide， 就是说会议要开始了，1个小时、2个小时前，我打算换 slide， 我就站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换，就是最后1分钟换的，所以又要麻烦到其他人这种。你知道我在换 slide 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我的脚软一下，真的，可能是很紧张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不过我在换 slide 的时候，突然间我的脚软一下，然后抖一下来，奇怪，我怎样讲都混了20多年，这样的情况我也会害怕，所以我就很生气，突然间自己生自己的气。我就在穿赛的时候，我就不让他懂。我说我哪里可以怕？我不怕。其实是有一点怕，不过跟我自己讲 no。你看 V 的态度就是这样 ，V 的态度就是这样的，连怕都不行，怕都要把它压下去。好，不过今天我回到自己的场地嘛，是吧？讲吉隆坡都很熟，是吧？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哈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给你们知道的不是我有没有怕，我给你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领袖培训会，这7场下来，应该会将近10万人，10万。为什么我们要去冲这样的目标，冲这样的一个人数？后面有一个原因。9月份我们有4场领袖表扬大会，4场也都在室内体育馆，新加坡、雅加达、香港和台湾高雄，场场都在室内体育馆。为什么我们9月份想要搞4场表扬大会都在体育馆？为什么我们会去 stretch 我们自己本身去？我们讲去炒，其实不可以用炒人数来形容，去炸人数出来，要用炸。逼，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等一下给你们看。不过先给你们看9月份的4场领袖表扬大会的场面和一个视频，短短的视频，请看。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成功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。而各位，今天你们有机会了，请给 VA 一个机会，给你健康，给你一个舞台，给你要的荣耀，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，让你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人。Kita nak percaya, kita nak lihat company itu sudah kasih berapa leader success。仔细的看看这一家公司，仔细的看看这一群伙伴，仔细的看看这间公司的文化。
我也是一个平凡人，今天我已经改变我自己了。如果你愿意跟的话，我相信你都能够过好日子，同样，你都能够创高峰。作则，奉献自己，成就他人，把你每一天的自己都变得比昨天更正确。Tantangan terbesar diri Anda masing-masing. Jika Anda melalui tantangan ini dan melawan tantangan ini, Anda akan jadi pemenang selanjutnya. Reway 其实才刚开始而已，希望大家来到这边，共同努力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想要的未来。Reway 这家公司何尝不是一座青山？我很感恩的是，今天在这座山拥有这么好、这么多了不起的领导人，很多人都一直在贡献在这座山里面。Reway 这座山也非常的坚持，一直相信，一直坚持。他想要贡献回组织的那颗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机，让你在这个时候去突破某一些在绑住你的东西，害怕、恐惧感、懒散、懒惰、惰性，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把它全部破坏掉。只要你这样的念头想要在 Reway 成功的话，只要你开口，甚至整个公司的所有人都想帮你，因为我们都是 Reway 人。真正的 Reway 还没有开始。可能在等你，可能真的是在等你。刚才我听到一个 ，Reway 会一直坚持，想要贡献回组织的那颗心，就是一开始我所讲的咯，舍得的东西，其实不是可以用舍得来形容，其实是我们的投资观不同，投资的观念不一样。Reway 觉得应该投资在人，不过很多其他的公司，当他从这个地方赚到钱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想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这很正常嘛，是不是啊？就好像我们一些领导人就有讲过，他们甚至全家人都来做 Reway， 爸爸做 Reway， 妈妈做 Reway， 他做 Reway， 老婆做 Reway， 孩子全部做 Reway， 3代同堂。都在 Reway。有些人问，为什么把所有的鸡蛋放在这个篮子里面？那么肯定有原因，因为这些人也不是傻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 Reway， 因为 Reway 就是这样，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除了确保这个鸡蛋要够硬，不会这么容易破以外，所以我们投资观不一样，我们觉得投资在人才是最好的投资。为什么我们敢投资在人？大部分的人一赚到钱，投资房地产啊，投资什么？投资股票啊，投资别的生意。Reway投资回我们自己的人，除了心存感恩以外，或者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以外，我觉得人是最大的最好的投资啊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因为我还相信人性的存在。很多人做直销。做了直销过后，他离开那个行业了，不管什么原因都好，给人家骗也好，给人家吃也好，他离开这个行业过后，他就对直销非常的负面。的确，
直销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行业，在外面，你一讲直，他就跑了，真的是这样，比你想要去借钱还可怕。其实包括我在内，我也做过直销，也曾经被直销伤害过，遍体鳞伤，粉身碎骨。不过我还相信，人性。我们有很多总监在直销业20年10多年，在还没加入立威之前，已经看破人性，不相信人性。尤其是我们的大多 Kenny， 他来的时候，我找他的时候，哦，你的样子特别大在上面。他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谈，哇，我们公司怎样，产品导向怎样，他听，你看他的脸就是没兴趣的。他说不如这样，你做你的 right way， 我做我的 wrong way 啦，你投资我啦，我去做 wrong way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他真的是这样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很相信人，相信以前的老板，相信以前的团队，做起来过后，公司出现一些问题，砰，跑人了。他身为一个领导人，承诺出去的话，需要去借大耳窿，去借高利贷。来还回之前所承诺的东西，先给他一个掌声哦！这种人讲信用，所以我时常讲，要看一个人，不是看他好的时候，是看他惨的时候，他还会有怎么样的反应，他会有怎样的作风，那厉害。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看见到人性丑恶的一面，尤其在直销这样的一个行业，可以让你很清楚、很近距离、很容易的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我把它称作为看破人性了，他不相信了，他宁愿去做 money game， 他宁愿去开一个 wrong way， 他做起来过后对人还是有问题，不过至少他口袋里面还有钱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一直都坚信这个，我说 no， 不是这样的，我就一直想要说服他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不可以看破人性，我们要看透人性，我们知道人性是这样，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能力，增加我们的影响力，看可以去改变某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，可以去影响一些人，跟我们一样的类型的人，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。而的确，10年来，我们的确做到了。所以我们的坚持还是很好的，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投资在人，一直投资在人。讲回刚才我讲的会议的东西，7场领袖培训会，今天第4场，4场的领袖表扬大会。其实早在今年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设了这个目标。为什么去设这个目标？因为12月份有一场大场的，12月份有一场重要的，重要到它可以改变这个行业，甚至可以改变别人对这个行业的看法。我们在新加坡的国家体育馆可以做7万8万人的一个场合，有这样的胆量。在年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只可以坐满一个室内体育馆，我们就有这样的胆量，设这样的目标，增加7、8倍的人数的一个会场，我们给它 commit 下来，承诺下来，就是这一场。孤身之影变成万众一心，用灿烂笑容代表感激的心，翻越新巅峰，看见更远的未来，开创新页章，寻找和我们一样有梦的人。
终极10年，终极目标。10年前，庆幸遇见了你。10年后，我们才正要开始。2018年12月29日，新加坡国家体育馆。终极领袖表扬大会。那一天有500场合作，500台湾人是吧？合作里面有2句印尼话。为了那个，他很烦，一直在念那2句。我们先给我们印尼的领导人一个掌声。哈西有来。所以你看，刚才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所讲的，可能在分享会议啊什么，不过里面你们应该可以抓到一些 VV 的作风了。今天我不会很直的跟你讲说啊 ，VV 的作风是这样，不过我要你们自己本身去听了去抓到这样的款式的公司，值不值得我跟他合作？值不值得我跟他合作很长期？值不值得我跟他合作，甚至一辈子？通常我讲合作关系3、5年里面，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了。我在5周年的时候就有讲，通常一个合作关系能够3到5年，它应该可以去到10年，要不然在3年里面，通常都已经不能合作下去了。3到5年就可以去到10年。如果已经合作了10年，这样应该都是一辈子的战友了，应该都是了。很多时候很多情况都一起经历过了，尤其是从小到大的那种，它不是这样起伏的，它啪这样上来了，什么情况都遇过。所以 VV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接着下来都可以终身成为战友的一些伙伴，对吗？硬要人家回答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回来 VV 是一个很会搞会议的一家公司，我们敢承新加坡国家体育馆通常都是拿来庆祝国庆日的啦，没有一家私人公司曾经在那个场合做过，我们是第一家。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，有种，VV 有种，这个也是一个作风，当然，不要只是单单看我们敢不敢，各位需要钱啊，同意吗？室内体育馆需要钱啊，7场领袖培训会需要钱啊，同意吗？我们有没有收门票啊？有没有 ？Steady 不？马来西亚人、新加坡人听得懂什么叫 steady 不？是吧？就是做得漂亮吗？老实说，很多人讲说，你当然没有收门票啦。如果你收门票，鬼要来啊！而你可能错了，可能收门票会更多人来哦。这是真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敢收门票，因为证明这个东西应该是不错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人都是这样的犯贱。真的哦，免费给你的，你未必你会怀疑哦。这个，如果需要钱的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东西有它的价值嘛，同意吗？我们敢拉迪呢，一张票200块，还是爆满的啊，新币200块啊。不过当我们只是放而已，有没有收钱？实际上没收钱。为什么我们会当然放那个钱在那边？我们发现到放那个钱在那边更多人来。我们的飞马领队6 Celeste 张，他的上线在邀请他去我们的领袖培训会的时候，就是骗他，一张票50块，他才来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是真的哦。不过你们的做法，你们怎么样去跟人家讲，那是你们的讲法。公司到最后要不要收，又是公司的选择，对不对啊？到最后公司选择不要。
因为老实说，可能这也是标准的问题。从立威第1年到现在为止，每一场大大小小的会议，每一个人都是赞不绝口的。不过对立威本身来看，没有一场是满意的。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和标准，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进步，我们一直都在突破。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。什么情况发生，我们都能够 handle， 我们都能够去处理。所以首先先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个掌声哈 ，very good。那么立威不是这样的场合、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说我们不收钱。为什么？因为立威想赚怎么样的钱，我在前几场都有讲到了。等一下我顺便讲一下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种钱不是我们想赚的，可能够 cover 一点，你都说了嘛，一点就算了嘛，对吗？我们能够出，我们来；我们能够做的，来我来。这就是立威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风。立威不单单只是培训会，不单单只是表扬大会哦，立威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会议，都是为了照顾到不同在组织里面不同阶级的人，上面的人，那些比较高的领导人有比较高的领导人的会议，中间有中间的领导人的会议，那么我们一些会员就有一些会员的一些会议。立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叫做飞马之夜，有听过吗？飞马之夜半年一次，每一个1月和7月，对，1月份和7月份的第1个星期都会是飞马之夜。那么飞马之夜就是我们全部最高阶级的一些飞马领队做了一个 dinner 给他们，都是在当地最好的酒店、最好的酒楼、最好的食物，好像去那种上流社会的那种宴会这样，哇！穿到很漂亮的礼服里面有时甚至有罗马的战士的那种雕像，飞马的那个冰雕都有。而且我们去过好多地方，我们去过瑞士，去过纽西兰、雅典，哎呦，多到有时候真的下一个飞马之夜，我有时候看地图，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没去过？所以我说，立威人的确时常都在旅行。那么除了飞马之夜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精英领队之夜，就是达到我们的 Team Elite Power 以上的，从凤凰、麒麟到天鹰，一直到飞马这些精英领队呢，每半年也有一次精英领队之夜，跟飞马领队差不多一样，因为每次给飞马领队吃，那些精英领队有点不开心和不爽。我们也要照顾到他们的胃，所以，那么这些也没有门票的，对不对啊？没有的。意思也就是说，差不多立威一整年下来，每1个月公司都有活动和会议，甚至1个月有7场，甚至1个月有40场，我们都来。这样的合作伙伴，他出，你来配合，那么好不好？这样的作风 steady 吗 ？steady。我现在明白拿豆讲的东西啊，真的很不要脸呢。我自己都有点排斥，不过的确千真万确的哈。好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。我要特别强调，就是我们的最高峰会议。下一场最高峰会议12月份头，在迪拜。我们最高阶级是飞马领队，都不可以，都未必能够去。他最低的这个
标准是飞马领队2，就是你不但要是飞马领队，已经很难了，很厉害了，你还要在不同的职推、不同的组织里面产生2个飞马领队，你才是飞马领队2，你才能够去参加，达到标准去参加这一次12月份的杜拜这一场最高峰会议，公司最高的会议。很多人跟我讲说，老板，高峰会议就是高峰会议，没有最高峰会议的啦。我说我就是要最高峰会议。所以我们到今天还是最高峰会议，因为我在我心目中它是最高峰。第一场最高峰会议在马来西亚北海，宾州北海 ，Pearl Hotel， 记得吗？最高阶级 2 star， 1 star 就能参加，10个人，也就是说当时整个 Reway 1 star 以上只有10个人。好，那一场我觉得是我们10年来我最认真的那一场，这是真的哦。不管它的规模大小，我当时我就觉得它们很大了。然后 Reway 一直在成长，一直在成长。就在它之前，我们有5个人，那个人卖到1套，那个人是最大了。我都是会这样认为的。好，一直到今天，去到飞马领队2。最高峰会议的标准，每次跟着情况一直在变，它都会一直是我们的最高阶级的人，对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对组织都很重要的一些人，脱颖而出的一些人。我们可以从最高峰会议可以是10个人，这一场是在巴西，我们去到巴西要1天多的时间哦，接近2天才到巴西，开会一下又要2天才可以回来哦。这个是10个人的最高峰会议，哇，这个好多年前哦，一直到15个人的也有。这一场是在宁夏，这场是会场。杭州啊，坐私人飞机去的那一次。Steady 不？我们包一辆飞机，私人飞机15强，飞马领队3，去杭州。这一场在宁夏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宁夏。就是中国宁夏，在宁夏省是在内蒙古下面一点。那么100人，从10个人到15个人，到50人，到80人，到100人，甚至最后一次我们在新加坡有一场600人的最高峰会议。最高峰会议全程，包括机票、住宿，都是公司安排。从第一天开始。以前 Reway 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应该听过 Reway 是从几个老人家开始。的确，当时我被叫做老人院院长，这是真的。我跟一群老人坐在我们的大三角的办公室，跟他们谈迈下一场最高峰会议。哇，我们的最高峰会议你一定要参加！哇，什么你要在 Reway 成功，你要有这样的想法在 Reway 成功。最高峰会议你一定要参加，在那边影响那些老人。那老人在那边有些通常我讲到一半他就睡着了。甚至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有一次我记得，说下一场高峰会议是在巴黎，出一个巴黎铁塔在那边。那老人要冲。后来不是去巴黎，为了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，我还耿耿于怀，到今天还不敢去巴黎，怕提醒到他们。后来我们换去纽西兰，因为那时候是6月份，6月份去纽西兰比较冷然后感觉比较好，而且是我们的
厂家的地方，好，可以去看路啊，好，又有冬天的感觉。当时我就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。的确，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想要在 Relay 成功的话，最高峰会议你必须要参加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标准一直在上，有时候下一点，再上，再上。我们在最高峰会议的这种标准，我们强调的每一样东西，都出自于对人的最极高的尊重。最高峰会议，每一个人有他独特的位置，没得换的这个位置。谁是第一名，就是坐那一边，那一边就是那一边，没得换。第二名就是照牌，第三名、第四名、第五名，没得换的。不是说哦，他的关系跟我比较好，哦，他是我的孩子，哦，他是我的老婆，哦，他是我妈妈。No， 都是以能力达到的目标来计算，跟关系一点都无关。你做到，你就坐这个位置，你的名字就是在那边。最高峰会议里面，比如说30人，一个还没到，是绝对不会开始，绝对不会开始。我就会站在门口等，等到那个人到为止，我才开始。这是真的，非常非常的严格，对那个人是非常非常尊重的。如果他被邀请去最高峰会议，这是 VV 一直以来的作风，所以我们的领导人都知道的。因为在最高峰会议里面，我们设立接下来3个月的目标，有时设立接下来6个月的目标，有时宣布接下来1年的目标，那不是拿来开玩笑的。但一讲出来了过后，我们就是非要做到不可的。所以我需要每一个能够参加最高峰会的人都在场。所以你发现到 VV 的领导人参加会议不敢迟到的，为什么？都是最高峰会议训练出来的。哇，你看到那些迟到的，他在后面冲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可怕的。好，那么我本身呢，9点开始的一个会议，我5点半就会到。的那一种看重，我发现到每一场最高峰会议都参加的人，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成功。如果说他从2013年、2012年每一场最高峰会议他都到，不管我立位设什么目标，他都会达到的话，今天他肯定是开罗摔色，他肯定是住邦格罗有游泳池的。肯定是。